90%的交易者都用错了交易报告。我们会以为这条曲线就代表了未来，但其实这只是上帝给你发的无数种排序中运气最好的一种而已。今天我们就用蒙特卡洛模拟带你的策略去100个平行宇宙里闯一闯，看看它在运气不好的时候会不会亏到破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继续认识 QA 下一个功能蒙特卡洛模拟啊。不管你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写过几个策略的新手，我们上架策略之前始终会有一个终极的灵魂拷问，就是我的策略是不是过度拟合了？这个漂亮的曲线未来会不会崩盘？那么今天我们就用量化领域的终极照妖镜蒙特卡洛模拟来科学的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什么是蒙特卡洛模拟？先看官方的原话解释，蒙特卡洛分析或模拟是一种可以帮助你更现实的评估交易策略的风险和盈利能力的技术。简单的说，蒙特卡洛结果将根据统计数据为你提供系统的估计性能，它可以帮助你确定你的策略是否稳健，帮你评估运行这个策略大概率赚钱的时候你会赚多少，亏钱的时候你会亏多少，以及你是否应该交易这个策略。听起来很高大上啊，原文也充斥了各种名词，但是其实我们不用懂那些复杂的概念、复杂的这个数学关系啊，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比喻啊，就是 QA 的蒙特卡洛模拟就好比是给你的这个策略啊，用不同的方法重新发牌了100次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历史回测啊，它只是这个上帝发给你的一种固定排序，而蒙特卡洛模拟它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些随机化的洗牌手段啊，那么比如说这里的这种打乱交易顺序，或者说是随机的去扔掉多少%的交易，使用这种方法去模拟出100个不同的未来，或者说100个不同的平行宇宙啊，然后我们观察我们的策略在这些不同的这些平行宇宙中表现到底有多么稳健。当然了啊，这个蒙特卡洛模拟啊，它远不止于局限于这2种方法，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随机的这个模拟交易品种的历史数据啊，模拟 tick 数据，或者说模拟 K 线的这个开高低收的价格啊，让他们随机的进行变化，看看这个策略在这些变化中还能不能盈利啊，或者就是模拟点差呀，模拟这个滑点啊，模拟这个策略参数的变化等等等等啊，就是去考验当我们的策略面对未来随机的各种变化时，它的交易优势还能否存在啊。当然这些内容不属于 QA 的内容，我会放在这个内部课程中啊，因为即便我在这里讲了这些方式、这些原理啊，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是你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啊，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就以 QA 目前已有的功能出发啊。好，那么我们这里就以一个投资组合举例啊，这里就是填写它的一个模拟次数啊，我们这里就以200举例啊，因为太少的话没有效果啊，太多的话跑起来又很慢啊。然后你勾选右边这2个选项啊，把它们勾选上。然后第一个选项，它的意思就是随机的去打乱我们原始策略的交易顺序啊。那么它提供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这个精确法，也叫排列法。那么它的原理就是，假设你的这个策略历史上有1000笔交易，那么排列法会把这一模一样的1000笔交易作为一个整体啊，然后把它们的这个前后顺序啊完全打乱，来生成一条新的资金曲线啊。那么这种方法模拟后的交易总数、总盈利、总亏损、平均盈亏等基础数据和原始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做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的策略表现是否会严重依赖于历史上那种特定的盈亏顺序，这是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的话就是重新采样法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会更进阶一点啊，但是对待这个策略的残酷程度啊，也会更高一些啊。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为一个从一个这个抽奖的箱子里面有放回的重复抽奖啊。那么它的原理就是，同样假设我们有1000笔这个历史交易，重新采样的这个方法啊，它会这么做啊，就是从这1000笔交易中随机的去抽取一笔，然后记录下来，然后把抽取出来的这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后，它再放回这个抽奖箱啊，然后一直重复这个步骤，抽取，然后记录，然后再放回去，然后再抽取，再记录，再放回去啊，一直重复这个步骤，重复1000次，那么就组成了一条新的同样包含1000笔交易的一个权益曲线。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有放回的抽样啊，所以新的这个交易序列中，一些原始交易可能会被选中好几次，而另一些这个交易可能一次都不会选中啊。所以这种方法它所生成的这个模拟结果可能会出现比历史上更极端的连续盈利或者说连续亏损啊。那么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测试这个交易顺序的一个影响啊，更是测试策略本身它这个盈亏的统计特性是否足够稳健。它是在解决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如果未来市场的出牌规律和历史的统计性类似，那么我的策略会遇到多差的情况，也就是我策略的一个最差的它一个下限究竟在哪里。那么这两种方法，第一种这个排列法是必须要做的，而这个重新采样方法它是属于更进阶的啊，也是更严格的，所以具体怎么选择啊，看你自己啊。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随机的扔掉固定比例的一个交易啊，这个解释起来就简单的多啊。那么他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实盘运行策略的时候啊，我们肯定是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我们有一些交易啊，它就是没有做到啊。因为即便是我们做量化，也还是会错过一些订单的啊。所以它这里就是在模拟出现这种情况时，对于我们的绩效究竟会影响多少啊？所以它这里填写的就是一个剔除的比例啊。好，它设定上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设定好之后，我们点击运行啊，多点几次也没有关系啊。好，那么第一张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200次模拟后的一个压力测试表啊，它会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置信水平下，我们策略表现的一个底线在哪里。我们来看最关键的几行数据啊，首先是第一行，它是我们的原始数据啊，它的净利润是31266，它的最大回撤是3400啊，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并且可能带有一点运气成分的一个结果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95%置信水平啊，那么它的这个净利润就变成了26883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这200次的随机模拟中，有95%的结果都比这个26883要好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有95%的信心认为策略在未来的真实表现至少能达到这个水平啊，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一个更加保守的、更贴近于现实的一个盈利预期。再看100%的一个置信水平啊，这是最极端的、最悲观的一种情况啊。那么我们的净利润就只剩下24000
4000多啊，而它的这个最大回撤的话也是来到了5600，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运气最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面临的盈利的一个下限和风险的一个上限啊，就是你必须要为这种情况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和资金上的准备啊。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其实看的都是95%的信赖水准啊，包括这一行 QA 也是给我们高量选中了啊，因为官方也是推荐95%的信赖水准的。但其实还有一个角度啊，也是我们评估策略的一个底线啊，就是这个 return DD ratio 啊。常规的话，我们就是以95%的信赖水准所对应的这个return DD ratio 去评估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成绩啊。当然，这里的话，可能因为策略的原因啊，它相比较原始的结果反而有所提升啊。那么这个数值它有一个底线，就是95%的这个信赖水准所对应的这个 return DD ratio 不能低于原始的一半。比如说原始的是9.12，它的一半的话就是4.56，也就是这一块的数值你至少要大于4.56，才属于一个堪堪及格的一个程度啊，就是一个底线啊。当然具体的还是要看你个人对于这个风险的要求和盈利的要求啊，你去评估它这个成绩是否能够令你满意啊。如果这个数值你都有一点犹豫啊，那么这样的策略你最好还是放弃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过于的去高估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啊，所以如果你犹豫了，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这个策略。好，那么这个表格啊，这份数据报告它是这个很理性的啊，但是不够直观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个页签啊，也是整个分析中最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一项啊。那么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几百条五颜六色的线啊，它们是什么啊？它们就是我们刚才模拟的这200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策略的一个资金曲线啊。它的每一条都代表的一种可能的未来啊。那么这几百条曲线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啊，就代表了我们策略未来的一个大致方向啊。如果这个整体它是坚定的都向右上角进发的啊，那么就恭喜你啊，你的策略大概率是能够持续盈利的啊。而这条最明显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啊，就是我们原始策略的一个历史回测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原始的历史回测，它不再是那一条唯一的完美的一个圣杯曲线啊，它只不过是这几百种可能性中表现相对来说还不错的那一种而已啊，它是无法代表全部的一个未来的啊。那么我们除了要看这个整体走势的一个方向外，还要看整体的一个厚度啊，或者说胖瘦啊，因为它会直接体现策略的一个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啊。如果你的整体啊，这个整体它是偏胖的，就是比较宽啊，那么就说明这里面的这个结果有好有坏，它差异比较大啊，未来这个不确定性就比较高。那么如果说你观察的这个整体它属于比较瘦的啊，比较窄的那种啊，那就说明每一次的这个结果模拟的结果都是大同小异的啊，就是侧面的证明了这个策略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可靠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边缘啊，那么最上面的这一条线啊，最上面的这几条线吧啊，它们反映的就是这个策略运行最好的那些情况啊，而最下边的这反映的就是你这个策略啊最差的一些情况啊，它就是把最好的和最差的这些可能性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评估能否接受。所以它这个功能就是让我们暂时忽略掉原始曲线的完美啊，就是暂时忘掉这个个体，而以一个全面的
宏观的角度去正视未来所有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所有的一个可能性。看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我的账户有没有可能直接亏光啊？就是有没有破产的可能性啊？这个 QA 呢，它是已经帮我们考虑到了啊，它帮我们计算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破产风险分析啊。不过我记得这个功能还有最后面这个功能，免费版好像是有所阉割啊，但是我记不清了啊，大家使用的时候，自己注意吧啊。好，那么这个功能啊，它会基于我们刚才跑完的蒙特卡洛模拟的一个结果来计算，在不同的这个初始本金下，你账户归零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啊？那么首先大家要注意啊。我们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95%的置信水平下的数据啊，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用来计算的数据是一个更保守的、更贴近现实的一个结果。那么它的第一列啊，这就代表的是我们的初始本金啊，它这里是模拟了，分别从这个17500、35000一直到42万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看不同的启动资金下，你的这个风险状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第二列的话，也就是所有项目都为零的这一列的话，它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核心指标啊。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哪怕我们的初始本金是最少的17500啊，那么它的破产的风险也显示为0啊，这就是一个不错的迹象啊，它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策略95%的可能表现之下，我们策略亏到1分不剩的概率几乎为0。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列就是我们的最大回撤百分比啊，虽然它绝对的这个在哪里？它绝对的这个最大回撤金额 max DD 都是这个3129啊，但是它所对应的这个百分比啊。却是天差地别的啊。那么当你使用这个初始本金是17500的时候，这个回撤是在10.97%啊。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觉得这个数值有点大了啊，可能持仓的过程中心理上会有所煎熬啊。但是当你把这个比如说，把你的这个初始本金投入来到28万的时候，它的这个最大回撤就是1%了啊，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会更加舒适啊，就可以接受了。但是其实你的这个绝对的回撤风险是没有变的啊，都是3129啊。但是你这样操作的话，可能就是心理上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感觉我的回撤很小啊。好，那么总结一下这个破产风险表啊，它就是回答我们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最少需要多少钱才能安全的启动这个策略啊？那么答案就是看这个破产风险等于0的那一行，它所对应的初始本金是多少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投入多少钱才能够让我的交易体验最舒服，回撤最小啊？答案就是看这个最大回撤百分比啊，下降到你心里能够接受的范围时，它所对应的这个初始本金就是你应该选择的啊。但是请记住，你的绝对的这个回撤风险是一直都没有变的啊，都是这个数值。好，在确认了我们策略不会破产之后呢，蒙特卡洛模拟还有最后一个大招，就是这个叫什么预测和这个验证啊。那么它的作用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啊，并对实盘进行验证啊，也可以用来解决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策略跑了一段时间了啊，最近有点回撤，我该不该停掉它啊？那么大家看啊，现在我们这个图表上它是处于一个预测的模式啊，这条蓝色的线呢就是我们已知的一个过去啊，而从历史的这个终点延伸出来的这片红色的云朵一样的一个区间的话，就是 QA 基于200次模拟结果为我们计算出来的未来可能性的一个
区间。那么未来的这个真实的权益曲线有极大的概率就会出现在这片红色的云里面啊。那么它下方还有几个小字啊，一个小的表格啊，就是针对于这片云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解读。它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在未来接下来的488笔交易中，最好的结果我们是赚11292啊，然后最差的结果的话，我们是赚944美金啊。当然，它这里基于的采样是我们使用这个更这个严苛一点的这个重新采样，再次运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就相对来说比较严苛了啊，所以它给出的这个范围就更加的宽泛一些啊，也就是在接下来的488笔交易中，可能会赚13226啊，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差的情况下就是亏损负的902。这个预测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期管理啊，它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幻想着策略只要上线就会一飞冲天啊，你也要做好它可能会暂时不赚钱，甚至小幅亏损的一个准备啊。所以它这里给出的这个盈利范围，才是我们应该用平常心去对待的一个真实的未来。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模式啊，那么这个模式呢，它就是一个验证啊，它主要的功能点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策略开始跑实盘了，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跑了几个月了，跑了3个月了，那么最近绩效不太好，你心里可能就很慌了啊，你不知道该不该停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切换到这个验证的模式啊，把这里的日期设置在你上架策略之前啊，那么 QA 就会画出当时对于未来预测的一个区间啊，然后把你这3个月的一个真实的曲线会直接画在这个云的上面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实盘曲线的这个曲线是在云中运行的啊，那么就是不管你怎么波动，它都是稳稳的落在这个云之内啊。那么恭喜你啊，这就是一切正常，你的策略是完全按照统计的结果执行的啊，你就安心持有啊。第二种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实盘的曲线它跌破了这个云的下边界啊，那么就是在暗示你啊，你的策略可能已经水土不服了，它回撤了啊，它的底层逻辑也有可能已经失效了啊，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了啊，市场风格发生变化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是建议你停掉这个策略啊，然后进行全面的这个复盘和检查。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啊，即便是在全样本的数据之下啊，这个曲线有时候还是会围绕着我们这个区间上上下下啊，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又下来了啊，所以如果你以这种下架的规则、下架的逻辑去作为唯一的逻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很客观啊，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包括我们观察这一段的行情，它的走势，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是有发生过的，所以你并不能说明这个策略就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反转的一个概率啊。好，这就是这个 QA 里面的蒙特卡洛模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4个模块啊。那么这个功能点其实啊讲不讲都行啊，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鸡肋啊。但是我还是说一下啊。那么这个功能就是用来比对结果的啊，就是把同一个策略在不同平台上的表现放在同一张图表上进行对比啊。那么具体怎么用，就是首先在这个文件夹1里面，我们去放入这个从交易平台啊，比如说这个 MT4、MT5 啊、TradeStation 啊之类的啊，导出的这个回测结果，或者说实盘的一个报告啊，你把它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啊。然后第2个文件夹，它所要放入的就是我们在 Strategy Quant 和 Argo Wizard 里面所产出的一个原始回测文件啊。你把它放好之后，你点击这里的运行，那么它就会把
这两个报告啊，这两个文件夹中的报告合并成为一个投资组合啊，然后你就可以去进行比对了啊，就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有没有太大的差异啊。那么我为什么说它很鸡肋呢？两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文件夹2要求是 StrategyQuant 或者说 ArgueWizard 里面的原始回测文件啊。那么这两个软件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啊，他们是另一套很专业的这个量化工具啊，但是这个工具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用过啊，都没有用到啊，它是付费的啊，并且也可以说是不便宜的啊。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对比两个回测报告的差异啊，你是完全可以使用这个 load 功能，把它们导入进来的啊。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把 MT5的这个回测报告和 SQX 回测报告导入进来了啊，然后你把它选中，点击这里的 Create Portfolio，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创建一个投资组合啊，然后你想怎么对比你就去对比就可以了啊，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行它是我们使用这个比对工具所产出的，然后这里是我们手动的去进行一个创建投资组合所产生的啊，它们所对应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啊，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曲线的颜色上有相应的差异啊，但是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啊，所以我说它为什么鸡肋了啊，并且我觉得这种手动的方式还更方便一些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蒙特卡洛模拟和结果对比这两个模块啊。然后下一张视频我们再来讲这个 What If 和 Portfolio Master 的功能。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